安娜，你知不知道你的老公他有特殊的性癖好？郑太太，我忘掉。是不是你老公逼你的？我跟浩然结婚前就已经知道他喜欢这些了。那你一点都不介意吗？爱情是需要包容和接纳的。既然我爱他，就要接受他原本的样子。只是最近1年，我觉得他开始对我有点不满足。不过，我相信他是不会背叛我的。我都已经那么配合他了，他是不会在外面找其他的女人的，更不可能杀人。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查出真相，还我先生一个清白。君豪，这是曾浩然先生的代表律师。请你帮我送这位女士出去。这边请。我想找你们负责人说几句。我那边经我就是负责人。高警官，我们暂时放下。我是曾浩然的代表律师张成义。我知道警方已经给了我当事人一个 holding charge， 请问你们还需要调查多久？对不起，这个我没办法告诉你。我的当事人是辉宏集团的总经理，也是海运工商协会的理事，每天都需要签批很多合约，都是上百亿的生意。我希望警方能通融，让我跟我当事人见面，处理一些文件。他就是 Mem 的前夫。请等一等。有一个这么配合他的老婆，曾浩然还不懂得珍惜啊！所以说，女人不应该委屈自己去配合男人。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不应该委屈自己。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只有一方一直付出或接受，总有一天会失去平衡的。是一开始就已经失去平衡了。唉，你们两个一定是没谈过真正的恋爱，爱情哪来这么多斤斤计较？如果你真的爱对方，根本不会在意付出多少的。Anyways， 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们的夫妻关系，而是曾浩然究竟有没有杀人动机？回到我们之前的推测：一，不小心玩过火；二，阮玉娥不甘心当小三，引起曾浩然不满。或许还有第3个可能。刚刚我在送安娜离开的时候，觉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她。你们看，这个人像不像安娜？
你说巴沙那回嘛，我记得，哎呦，笑死人了！那时候好多人在呢。哎，你去哪里了？我们等你回来开饭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看妈啊！对不起，是来看伯母。没关系，叫习惯了就继续叫。我进去啊，把吃的热一热。程毅买了很多吃的，你们两个聊一聊啊。上来怎么不说一声啊？让我妈误会就不好了。误会什么？你女朋友呢？怎么不带过来让我妈看一看啊？你是在开玩笑吗？你是想让你妈讨厌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我妈都把你当半个儿子了。怎么了？吃醋了？可以吃饭喽。小玉呀，你真的好可怜啊你！小玉先生也太辛苦了，希望他死后不用再受苦。小玉呀，你一定要找那个杀死你的人报仇，千万不要放过他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还要救小玉回来当厉鬼，就让他好好走吧。查案的事就交给警察去处理。我今天早上去找过苏雅。我告诉他你曾经被龙爷出卖的事。你跟他讲这些做什么？我替你委屈呀，他以为你故意不去找他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我这个女儿早就有送给人了，你不要急迫。喂。哎，哦，好。不用送我了，这条路以前送你回家，几乎每天都走。吃饱走走，当消化。你以前舍不得我回家的时候，也会这么说。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自从上次在餐厅遇到你，我心里突然有个想法，想来证实一下。什么想法？我的想法我自己会处理。为什么我突然放假？你怎么知道我放假？你去过警局？你该不会是嫌犯的代表律师吧？那你应该很清楚，从我这里是套不到任何线索的。这次的案件我不会插手。我今天不是来套话的。那你是来干什么？我就不能来关心你吗？这次的案件涉及我生父，为了避嫌，我选择放假。你是说那个抛弃你的生父？原来他抛弃我是有苦衷的。那你打算怎么样？你妈知道吗？我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自己会处理。我知道，害龙爷有损失是我不好，不过小玉被人家害死，真的不是我的错。现在少了生财的工具，我也是很为难的。我有说什么吗？没有，那你今天叫我过来，
是不是龙爷有什么吩咐？龙爷他想知道你跟警察说了什么。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我哪里敢？你叫龙爷放心好了。龙爷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叛徒，叛徒的下场只有一个。一个妓女而已，死了就死了。只不过他怂恿其他人逃走这件事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给发誓。不知道就好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叛徒的下场只有一个。你们为什么那么快又找我来？我能说的都跟你们说了，我先生是不会杀人的。你怎么这么确定曾浩然不是凶手？因为我相信他。他出轨了，你还相信他？对。还是说，其实你早就知道他出轨了，而你相信他，是因为你很清楚杀人的不是他。案发当晚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酒店？我没去过，这张照片那么模糊，你们凭什么认定是我？我们的同事现在就在你家，如果他们找到了这件衣服，就算有这件衣服，也不代表我去过这间酒店。证据当然不止一个。酒店的 CCTV 拍到你上了一辆私轿车，我们也拿到了你使用信用卡付款的记录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是有去找过我老公，所以你承认你去过酒店？我是有去过，可是找不到他，很快就离开了。是吗？认得这个吗？这个摆设品有凶手的指纹，所以凶手在离开后把这个摆设品给带走了。我们找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了。你猜，凶手把它丢到哪里去了？凶手行凶后就直接上了私轿车回家。凶器如果不是在酒店附近，那肯定是在凶手家附近。是我，是我杀了他。我爱浩然，即使知道他是怎样的人，我都愿意配合他。我以为只要这样子做，我们就会过得很幸福。是我太天真了，人就是欲求不满。我原本还想，男人嘛，偶尔逢场作戏是正常的。但是他在外头睡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就算回家睡，也没再碰我。我想知道外面的那个女人到底有多好，所以就跟踪她到酒店。多謝，呢就死。喂，小姐，到底是谁？
是我的。哦，原来也是他那个没有用的老婆。像你这种半清高的女人，难怪你老公来找我。原来你也有别的玩啊！看样子他是觉得你们玩腻了，没有新鲜感了吧？一个连自己老公都满足不了的女人，凭什么做他的老婆？我看你还是接受现实吧。你给我闭嘴！放手！放手！说句疯女人，搞不了自己的老公，还来这里！你干嘛去抢别人的老公？神经病！没想到这一招抛砖引玉，真的把安娜的狐狸尾巴逼出来了。可是安娜说，她只是用了摆设品打了阮玉娥的头，看见她不省人事过，她就跑了。但阮玉娥的死因是穿刺性头部创伤，害死她的应该是墙壁上的钉子才对啊。难道他想掩人耳目，故意制造更多疑点？还有一个可能性，凶手另有其人。哇，关宁，你要下班了？我有事要先走。不是吧？我一上位你就提早下班，针对我啊？我有线索要调查。线索？哎，什么线索？喂，什么线索？神神秘秘。你为什么这么注意关联？是不是喜欢他？我们三个是好朋友，我是关心你们，而且我也知道关宁喜欢的是。如果你喜欢他的话，就好好照顾他。高广生，我还是觉得阮玉儿的死跟高广生脱不了关系。他一直不肯透露到底是谁在帮他安排那些客人，还吞吞吐吐的。他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。我觉得你有点主观，可能你已经对高广生有偏见了。总之，我觉得他很可疑，我会继续调查他的。这个，谢谢你。喂，你敢去投胎啊？哎！我跟那个人真的不会再见面了吗？你还在找他？都已经找了这么久，总不能现在放弃。我要个期限。
不用说了。你不想听的话，你来干嘛呢？何必强求呢？凡事太过，缘分必尽。娃娃，三哥，哎呦，是不是龙爷的人把你打成这个样子？对不起。哎呀，你真的不会想好好的，为什么跟小玉一起逃走？我也都不想的，对不起。两位大哥，有话好好商量。我们回去。回你就走了，回，过来呀，过来呀，你们过来我就点火，过来呀，过来，不怕死就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呀，过来呀，过来呀，啊，怕了是吗？对，你们去死吧！对。你吓死我了！干嘛约我来这种地方？我被黑白两道追杀，难道还约你去喝茶咩？谁要杀你？龙爷刚才派了2个手下来对付我，他一定以为小叶逃走的事是我安排的。哈，那怎么办？你还不赶快报警？爆你的头啦！之前那个女警察一直跟踪我，她一定是怀疑我是杀死小玉的凶手。她也真是的，我被追杀又不见得她出现。哎，小玉到底是被谁杀的？你看我这个样子，东躲西躲的，还又问。龙爷，啊，你完蛋了！哎呀，我现在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也完蛋了。森哥，干嘛要告诉我嘛？不要讲，不要讲。你身上有没有钱？我有跑路。我如果有钱的话，我上一次就不用叫你来救命了。可能有一个人可以帮你。他，哎呀，我怎么跟他讲呢？咪咪姐，哎，苏雅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你还是不要知道的比较好。你这样说，我不是更担心吗？你说出来，或许我可以帮到你呢。哎，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好，你真没用。是这样的，我现在有点麻烦，念在父女的情分上，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？森哥要离开新加坡，你可以帮他吗？你是阮玉儿案子的嫌犯之一，你不能离开新加坡啊！我已经不是嫌犯了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不再负责这个案子。哎，森哥，去找负责人，告诉他凶手是……嘘，不要乱讲话。森哥，你跑路之后一了百了，凶手没有抓到，那小叶会变成冤死鬼的。如果你们知道这个案件的实情，可以到警局。神经病啊！你要到警局啊？那我不去送死！我告诉你，总之我不会去警察局的。我今天晚上就走了。你到底肯不肯帮我？你做这个决定，明显是为了你自己。我不能帮你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如果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已经死了几百次了，还能活到现在吗？
知道，你现在已经是飞黄腾达的警官，怎么会看得起我这个没有用的龟公老爸？我还是去找那些妓女商量，也许他们会念在过去我照顾过他们，他们肯借钱给我，他们比你更像我女儿，不是一下吧？哎，三哥，三哥，三哥，哎呀，苏雅，我知道你不会丢下你老爸不管的。你要知道什么，你问我，我全告诉你。根据杨安娜的供词，当时案发现场不是我。张律师，我们已经放了你的当事人曾浩然，请问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今天是代表另一位当事人严安娜来的。严安娜小姐是名门望族，一向来热心慈善，对社会有众多的贡献。那又怎样？希望你们警方不要再做错了。之前你们的失误已经严重打击到曾先生的社会地位。如果这个案件还存在重重疑点，希望你们务必调查清楚。你们要是拿不出足够证据，我一定会追究你们警方的责任。我们警方有严格的办案程序，如果之后再提告，一定是有充分的证据，不会诬告你的当事人。希望如此，高警官。没。辛苦了，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。按 Ma'am 你这么说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那个龙爷和他的女人，还有高广生都带回来问话呢？我反对。高广生突然把矛头转向别人，十分可疑。如果他认识凶手，当初为什么不说，还情愿让我们怀疑他？说不定他现在在打亲情牌。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凶手。我今天来，只是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你们。调查的事还是交回给你们。我先走了。Ma'am，我又没说错。这是什么？我在找人。他？为什么？我认识他。你认识他？他对我有恩。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找他了吗？其实，她是冠霖的妈妈。琪琪，琪琪，你在家吗？阿兰啊，阿兰，阿兰，哎呦，大白天的你怎么又喝酒啊？哎呀，你管我啊！阿兰啊，琪琪已经很多天没来店做工了，她去哪里啦？早知道就不生他了，现在长大翅膀硬了，会赚一点钱，
就连家都不想回了。他没回家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你有没有去报警啊？报什么警？他有手有脚，他就是不想回家，不想养我了。琪琪年纪这么小，你就不担心吗？担心个屁了！他最好是死了。如果他还没有死的话，回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他了。静香姐，我是舒雅。你是生哥的女儿？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你都长得这么高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咪咪姐告诉我的。你们还有联络？我们也是最近才联络上的。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碰到熟人了。其实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你女儿在找你。小玲？嗯。她好吗？她很好。她一直在找你，找了很久。你不要告诉他我在这里哦。为什么？我妹妹在见他，答应我不要让他知道我在这里，好吗？跟那凤姐几天，还没发现她跟龙月有接触吗？还要继续跟吗？我觉得只是在浪费时间。这个叫凤姐的女人，不管去到哪里，身边就只有这2个手下。我怀疑根本就没有龙爷这个人。你先别这么心急。既然我们发现安娜的口供有漏洞，我们就需要更多线索往其他方面调查。如果我发现这条线索是假的，我一定不会放过高广胜的。他是 Ma'am 的老爸，你敢吗？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察，行得正坐得直，从来不拿咖啡钱。Ma'am 的老爸又怎么样？说的太好了，来，麻烦你说多一次，我录下来。俊浩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有什么线索？暂时没有查出龙爷的身份，不过我看了酒店附近的 CCTV， 的确发现凤姐那2个手下在案发当天在酒店附近出现过。那我们就有足够证据抓他们回来问话了。走。等一下，先别打草惊蛇。让我再想想。啊，知道，找到高广胜了。
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，再犯错的话，死的就是你们。咪咪，两位大哥，请你们放过我。你们跟凤姐说，我从来没有跟警察讲过龙爷的事。哎，不用乱来啊！你们不用以为我不知道，小玉是你们杀死的。如果你们连我也杀的话，我宋国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就跟他一起去做鬼吧！不死就这么回事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马上放下武器，出来投降，双手举起来。脸坐，脸坐，手放头上，手放头上。你们怎么搞的？现在才来，再迟来一步，我老命就没了，变成肉酱了。妹，怎么样？跟我们计划的一样，这次要谢谢你叫咪咪给高广生送食物，我们才能把那些杀手引出来。我刚刚听到他行动，一头雾水。原来你们两个，一个曹操，一个诸葛亮，早就策划好了。曹操跟诸葛亮是敌对的，那关羽跟曹操也是敌对。嘴上说是一个 team 的，什么事都把我们蒙在鼓里。是我建议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的，不过我也没信心一定行得通，所以才没事先通知你们。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靠我们整个 team 这阵子努力的监视，才能找到更多的线索和证据，把这些人抓起来。这下子龙爷跟凤姐想逃都逃不掉了。好了，录口供了。这话老实说，是不是有人指使你去杀阮玉儿？没人指使我。那你为什么要杀死阮玉儿呢？那个妓女欠我钱，我是去追债的，他为了躲我撞上墙壁，我看他动也不动，才发现墙上有铁钩。我再说一次，是他自己失去中心，撞上墙壁，不是我推他去死的。你说谎。是龙爷凤姐指使你们去杀阮玉儿的，我们都知道了。龙爷？不认识。这个女人请我当保镖，有问题吗？谁给我钱，我就保护谁，其他我都不知道。你有什么打算？还能有什么打算？先跑路吧，总不能在这里等死啊！要去哪里啊？不知道，看能联络到谁再说吧。好，这个你收回去吧。我一大把年纪了，你做这行的，比我更需要他。我虽然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但是我总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平平安安的。上次我讲了很多不好听的话，我都已经忘了。忘了好，忘了好。最好连我这个没有用的老爸也忘掉吧。不用送了。
可惜啊，最后还是罗生门。看来阮玉儿的死亡经过，这辈子都没有人会知道了。还能怎么办？谁叫那两个混蛋来，硬是要帮龙爷跟凤姐顶罪啊！最气的是，明知道龙爷凤姐掌控多个地区的卖淫活动，却找不到证据抓他们。我们到现在都还搞不太清楚他们整个运作，只知道这帮人蛇集团还进行偷渡、非法贩卖女人。我已经把这个案子交给重案组，他们会继续盯着这帮人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已经帮阮玉儿找到了真凶。干杯！ Cheers！ 干杯！那安娜怎么办？她会被控吗？当然了，不过伤人罪比谋杀罪轻多了，而且她老公还请了名律师来帮她打官司，应该不会被判得太重啊。我真的搞不懂他们的关系。老公把老婆害得这么惨，还要假好心。这就是夫妻关系，演1000集都演不完。在说你自己啊？谁要跟我挑战 darts？ 输的人请1个月的午餐。哎，来 ，Come in， 来 ，Ma'am， 我喝酒。好。文玲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知道我的态度不是很好，不过我也是有话直说。如果你认为冒犯到，虽然我是希望你可以不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上，但是我是可以理解你的初衷。有些事情很难客观，尤其是对于亲情。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是追不回来的。等吃午餐呢。这么巧，一个人呢？他是我的客户，不过我们已经谈完了，我可以坐下吗？坐啊。我是小林。你不要走，我真的找你找了很久，你不要再离开我了，你不要再离开我了。可回忆有太过执着，紧追着在身后，谁为我出我的手，谁会紧紧抱住我，告诉我一切还值得拥有。But this pain won't go away， 该怎么独自面对？最熟悉的脸孔变成了噩梦，无数的夜晚我还是无法入睡。And this pain won't go away， 别让我继续不停
后，还在隐隐作痛。可回忆有太过执着，紧追着不怕受。